这个380，这个890。交时间之际，由网络同好记摩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脚记。看过上一期的同好们呢，都已经知道了，这期的预告是 CCS 首款的 Artifact X 的评测。这一期呢，我们就来玩玩这个比较另类的盖塔。说另类是因为这部漆黑盖塔本身是出自1999年的 PS 游戏《盖塔大决战》中的一台临时机体，由真盖塔1号机、2号机和3号机的特征融合设计而成的，单人驾驶且无变形机构。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百度的。说真的啊，在这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台盖塔存在，这玩意儿太缝合了。是最终黑盖塔的头加盖塔2号机的钻头加盖塔号的臂炮加真盖塔的下体和不知道哪来的翅膀，而 CCS 更绝，干脆把缝合玩到底，直接加入了盖塔3号的手臂和黑盖塔的钉刺右拳，并且按照 CCS 一贯的作风还做了大量的魔改和科研细节。总之一个字怪，但是也真他妈帅，我喜欢。这部漆黑盖塔是 CCS 加 Artifact X 小比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我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命名是 Other 盖塔，因为原本的名字就叫漆黑盖塔。网上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要跟之前发售的黑盖塔1号机 Black Geta 区分名称，所以呢重新命名了叫 Other Geta， 而不是用原本的 Black Geta 来命名。而造型方面我也查了一下，确实就是这么缝合，因为在游戏中本来就是临时拼凑御敌用的机体。好了，欠揍的废话说了不少，我们来看看玩具本身吧。首先，盒子方面已经完全不像铁破系列那样用巨大的牛皮纸加线稿峰绘的风格，而是采用了小包装加彩绘风格的盒子。不过对比魔兽的小比例产品的盒子，在尺寸上已经算是巨大了。峰绘处理上，厂家在整体偏暗的画上加入了一些金属质感的颜色，以区分质感。当然，即便做了这样的区分，总体远看的时候还是会感觉乌漆麻黑的一片。开盒后会发现，在内容物上，这次的保修卡和说明书是放在了一个类似信封的收纳袋里，上面标明了这次产品的系列 Artifact X 的字样。再说说里边的东西，你说一个保修卡你做的这么花里胡哨，反倒说明书简陋的跟保修卡似的，这倒反天罡吗？不是。在这里边呢，还给出了一个盖塔头的金属名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因为我个人是从官方小程序预定才给的啊。有从3方购入这台模型的同好们，可以说一说你们手上有这个名牌吗？其他的内容物呢，就是玩具的本体和配件了。配件方面呢，也不像铁破系列那么慷慨，明显抠搜了不少，总觉得让我有点亏。毕竟定价890啊，它才380。不过好好想想，原本设定也没啥东西，再加上多给出了原创的3号机的右臂，也就释然一些了。但这么高的售价，好歹特效件你也给安排个2、3的吧，也没有。最后就是组装，除了地台以外，基本所有的配件安装完成以后，也就都在身上了。不过组装完成后的整体效果非常不错，漆面均匀，发色也漂亮，尤其是翅膀内侧的这个紫色，我觉得在灯光下面非常好看。不过手上要是有之前他们家号称永不再版的黑盖塔1号机的话，就会感觉在配色上非常熟悉。我把两个放在一起做一下比较，风格那叫一个统一，不愧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俩呀。接下来呢，看看可动。可动方面，我上一期吐槽天狼座的时候就已经夸过它了，关节阻尼感该强的地方强，该弱的地方弱，非常不错。我们从头开始聊。整体的头部的左右旋转和低头幅度都还挺好的，而抬头幅度由于后面装甲比较靠上，所以抬头的幅度非常优秀。两个手臂的根关节算是球形关节设计，向前和向后的引出幅度都还是不错的。手臂的平举可以轻松大于90度，并且在上抬大臂的时候，肩胛的双关节还可以给出更多的让位空间。曲肘幅度基本上在150-160度的样子，完全够用。并且这里的关节阻尼感我是最喜欢的。手腕这一次是一个直插装，并没有像魔神系列给出球形关节设计，所以手腕基本是没法动的。这次上半身的可动是通过3个独立关节实现的，胸部关节只负责前后弓腰，
腰上面的关节只负责旋转，下面的关节只负责左右摆动。说实话，我个人感觉怪怪的。虽然据说这样能保证每一个关节的强度，但调整起来会感觉有些反直觉。腰夹不说了，依然是我个人一直不太喜欢的国模常用的那一种后端单球关的设计。不过可动幅度还是要给点一个赞的，能给抬腿让出不错的空间。屈膝幅度上，别看是个单关节设计，但小腿后方给出了一个联动收缩的让位机构。个人感觉这应该是借鉴了千之恋真盖塔小腿后方的设计，可以让屈膝的姿势变得非常犀利，能够摆出一些符合盖塔设定风格的大张力 pose。脚部的接地也是很不错的，基本 pose 都能满足，前脚掌还给出了一段可动。配件方面，这次的可动设计也相对较少了。首先给出最多可动的是飞翼，两对大翅膀可以前后摆动，并且进行180度转动。内部的两对小翅膀则是只能小范围的展开。斧子和钻头这一次没有给出任何可动设计，但右手的机械爪是可以两段可动的，并且还给出了液压机构。中间的磁铁可以直接吸附住钻头，而且磁力的强度还是可以的。右手的臂炮也是磁衔装方式，只是还有一段固定桩用来辅助定位。这个臂炮的炮管在转动的时候，两边的机构也会跟着转动，这个联动我玩了好长时间，看着也很有意思。3号机的螺纹手臂前面已经说过了，每一段都是球形关节设计，可动范围非常大。而右臂的臂刃和手部钉刺是没有可动的，但给了全可动手掌。只是这4根手指一般粗细一般长，这着实有点偷懒了。这定价可是890啊，它才380。哦，它没有给完全可动手。灯组方面，由于这次是小比例，所以整体没有给出任何发光的位点，就连头部也没有给出个眼灯啥的。从这个定价上看，有点抠搜了，它才380呀，眼睛都能亮。好了，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个 CCS 加小比例 Artifact X 的第一作，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至少在比例和把玩体验上非常好，不像以前铁破大比例系列玩起来那么累。毕竟整备重量也只有671克，非常适中。而且这2周我也确实时不时的想把玩一下这款模型，而且在涂装、分色、细节把控、可动也都继承了 CCS 作品一贯的优秀。只是这个比例、这个价格，如果不是盖塔的收藏玩家，我觉得还是三思而后行吧。好了，本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教技集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